玄色原著，如意新兴文化授权，魔铁19赫兹生物局联合出品，精品多人有声书《雅舍》第1集。何一瑶着迷地看着面前玻璃柜里那块圆形古镜，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。喜欢的话可以拿出来看一下。古董店老板轻笑道，语气温柔，令人心生好感。何一瑶连连点头，虽然他知道这面古镜他很可能买不起，但他还是想拿在手中真实地触摸一下。这块是罕见的汉代鱼纹铜镜，汉代铜镜多以龙虎凤鸟4神为图案，这块红绿绣的品相极好，传说是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心爱之物。小姐，你可真有眼光。何一瑶小心翼翼地捧着铜镜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背面微凸的4条栩栩如生的鲤鱼，雕刻的图案简洁而流畅，形态各异，真的好像是在水中畅游的样子。镜子大概只有他手掌大小，镜身很薄很轻，至少比他想象中的轻多了。何一瑶正在心中嘀咕这铜镜是不是赝品，下一秒他翻过来看到斑驳的镜面时，却又有些不确定了。还算平滑的镜面到处是划痕，一道道都代表了岁月无情的洗礼，隐约可以在镜面上看到他自己模糊的影子。何一瑶看到这种模糊的美感，又不甘心放下手了。他是去补课班的路上无意间走进这家古董店的，因为这家古董店的店名叫雅舍，这个奇怪的名字吸引他走了进来。老板，你这家店为什么要叫雅舍呀？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，却无人倾听，因为他们都不会说话，所以起名为雅舍。虽然这里很破旧，也没什么生意，但要是这家店里摆着的都是真品，那肯定是我一个高3学生怎么也买不起的。但是就在他转身要走时，发现了这面古镜。我想要，怎么办？他不想放开镜子，感觉这冰凉的触感特别舒服，像是触动了心中某一块柔软。何一瑶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荒谬的借口。老板，我们学校的社团要上演一出话剧，需要用到一块古镜，你能不能租给我们用1个月啊？反正我只是一时图个新鲜，等到1个月以后，我也许早就不喜欢这块脏兮兮的古镜了。不过我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好，那我要抵押什么东西，或者押多少钱才够呢？用你的学生证抵一下就可以了，租金就意思意思吧，10块钱。这么便宜？早知道就直接问价格了。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，这铜镜根本就是赝品。何一瑶有些后悔，但他已经说要租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在笔记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如果1个月后我还是喜欢这面古镜，就一定来问我多少钱。年轻的老板看了眼登记的名字，细长的眼眸眯得更细了，修长的手指在登记本上的瑶字上划过，暧昧地说道：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。什么？何一瑶正对着镜子爱不释手中，听到他这句话时，反射性地抬起头。有一点你要记住，
这面铜镜绝对不能擦，绝对不能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何一瑶恍惚看到老板的嘴角，好像勾起了一丝诡异的笑意。但是他并没有在意，当时的他只顾着把铜镜包好放进包里，急着冲向补课的地点。晚上，何一瑶写完作业，打开小台灯，把古镜拿在手中，仔仔细细地把玩着。这么花，古代女子都是怎么梳妆的？何一瑶看着镜面模糊不清的人影，忍不住小声嘀咕道：“她看着上面斑驳的划痕，本想拿着擦电脑屏幕的酒精棉布擦拭，但是当手刚碰到镜面时，古董店老板的叮嘱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。有一点你要记住，这面铜镜绝对不能擦，绝对不能。”何一瑶无奈地放下酒精棉布。估计这个铜镜真的是赝品吧，老板怕我擦了之后会越擦越新。当他要放下镜子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看了一眼，却让他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因为他居然发现镜子里面模糊人影，那好像不是他，至少他头上绝不会多出来一个发髻，而且那个人影也不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。你是谁？镜子里没有反应。估计是我眼花了吧。属是何人？这声音轻的几乎让何一瑶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但是下一秒他就死命地瞪着手中的镜子。是何人？这次声音更清晰了一些，确实是从这面镜子里传出来的。台灯的映照下，斑驳的镜面上的划痕更加明显，但是这次何一瑶很肯定地看到，里面那个模糊的人影并不是他自己。属是何人？我不是何人，吾叫何一瑶。我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啊？还是说这铜镜不是赝品，里面封着一个鬼魂？我是霍去病。这次镜子里的声音回答的时间快了很多，而且声音也清晰多了，还可以听得出这是个男人的声音。镜子从他手里滑落，掉到桌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小姚，还没睡吗？现在都10点半了，你明天不上课了？何一瑶赶紧把古镜夹在书本里，然后关上灯。然而躺在床上，却辗转反侧地想：那是千年的幽魂，堂堂大将军霍去病被困在一面古镜里。何一瑶发现，平日里不管他怎么摆弄这铜镜，都没反应了，只有在晚上10点的时候，镜子才会发生变化。你是霍去病，那个很有名的汉代将军。将军，吾现在是一个校尉，不过很快就会成为将军的。书里写你是将军的，难道是同名同姓的鬼？不知道汝说的是什么书？汝呢？是怎么死的？
为什么会在姨母给吴的铜镜里？我死了？我什么时候死的？好痛啊！我活得好好的，我还在上学，在念书呢。那汝凭什么说吴死了？小爷爷活得好好的，在骑马，在射箭。我没死，他也没死。这么说，这镜子是可以跨越时空，连接两个世界的吗？喂，既然说自己不是女鬼，就显出自己的面貌给小爷看看，别因为是一副死相而怕见人。何一瑶早就忘了古董店老板告诫他不能擦拭镜面的忠告，抱着试试的心情，开始轻轻地擦着镜面。每擦一点，镜面就稍微亮了一些，直到他的手累得快酸掉的时候，他听到镜子里那个可恨的声音戏谑地说道：披头散发的，还说不是女鬼？